从没想过，因为一次拍照我差点丢了性命。我叫酱汁，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实习生。这天我正坐在咖啡厅里喝下午茶，突然一个身穿西装的男子走到了我的面前，问我需不需要找工作。男子声称自己是名摄影师，看中了我的优质身材和外貌，问我想不想来他的公司做模特。我听完男子说的话，心里虽然高兴，但还是警惕性地拒绝了他。不好意思，我已经有工作了。可当男子说只需要简单的拍一拍照片，一天就可以拿到3000块钱时，我承认我心动了，但我并没有当场答应男子，只是让他给我留了一张名片。回到家后，我便打电话与闺蜜说起了这件事。面对高额的薪资报酬，闺蜜十分赞成让我去试一试。可真的有这种好事吗？第二天，我就和闺蜜来到了名片上的地址，这是一处相对偏远的破旧小区。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名片上的号码，问是不是自己来错了地方。可下一秒，那个熟悉的摄影师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他解释道：别看这个地方破旧，可里面的设备非常齐全，并且这里也只是暂时的，因为现在公司业务扩展，正在计划搬迁。说完并盛情邀约我和闺蜜进去参观。几番话术下来，让我们两人放松了警惕。等到推开办公室的大门，发现里面果真设备齐全，摄影棚的摆放也十分的专业。女助理还热情地迎接我们，并贴心地鼓励我，拥有这么好的身材，一定可以拍出好看的照片。接下来，我在摄影师的指导下，开启了各种姿势的拍照，即便我的身体僵硬，摄影师也会十分耐心地指导我。临走前，摄影师表示会将自己的照片发给各大传媒公司，如果一旦被选中，就等着拿高报酬吧。听完他的话，我和闺蜜都十分高兴。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摄影师打来的电话。你好，是酱汁同学对吗？你的照片被一家大型传媒公司选中了，现在过来签约吧。听完他的话，我的心里十分激动，甚至完全放松了警惕，并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闺蜜。闺蜜本想再次和我一起去的，可她的公司临时有事脱不开身，我便只能独自前往。可当我再次推开那家公司的大门，发现一切都变了，女助理和所有的设备全都不见了，而摄影师却迅速地反锁了房门，拿出一把尖刀，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你即将会以30万的价格卖到越南，成为那些资本家的玩物，并将遭到无情的折磨，这下你跑不了了。说着，让我将手中的手机交了出来。我吓得浑身打颤，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绪，并以上厕所为由来到了卫生间。好在我衣服兜里还装了一部小手机，是为了防止另一部手机没电时备用的。没想到这种情况下派上用场，我赶紧用这个手机报了警。不一会，警察叔叔就赶到了这里。这个人贩子摄影师被成功抓获，我也得到了解救。事后警察告诉我，这个摄影师只是他们团伙中的一个，而像我身上发生的这种故事仍在继续。当时晚上12点秒杀时，我点了一杯奶茶，超时了1个小时。我给骑手打了10通电话，都无人接听，气得我私信骑手要投诉他，给他差评。1分钟后，骑手礼貌回复：实在不好意思呀，妹妹，上一个给差评的人骨头太硬了，我锯子都给磨钝了。放心，马上到你家。此时外卖软件上显示骑手距您500米。看到这个回复，我直接被气笑了。送外卖超时了不说，还有脸来吓唬我。我直接一个差评送给他，然后打字回复他：没事的大哥，奶茶晚点送也可以。昨天给我送外卖的小哥，肉质太老了卡牙，我正用高压锅压呢。吓人和口嗨谁不会？我把手机扔在了一边，便不再理会。看了一会儿书，我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下，开始有些后怕了。我很担心自己刚才的行为会激怒骑手，万一他真的是个疯子。越想越害怕。他知道我家地址，我的外卖地址都是精确到门牌号的。我想了想，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快速收拾了一个小包，蹑手蹑脚地打开了门，去了对面的603。这间房是我准备毕业后用来干直播的，比较清静，户型小。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过道里漆黑一片，我放轻了步子，竭力控制自己不惊动过道的声控灯。突然5楼有人咳嗽了1-2声，接着是重重的脚步声，有人上来了，我的心狂跳起来。我赶忙跑到了603，关上了门。是那个骑手来了吗？我悄悄地转过了身子，把眼睛贴在了猫眼上。一个穿着明黄色衣服的小伙提着一杯奶茶，他神色如常，没有丝毫愤怒的样子。他看了眼楼道的号码过后，就急匆匆地上楼了。我松了口气，原来不是给我送奶茶的骑手呀，真是自己吓自己。我擦了擦额头的汗，准备在沙发上将就一晚，明天再想办法。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这突兀的一声响，在黑夜显得格外可怕。我被吓得一个机灵，连忙把电话挂断了。是住在我楼上的学姐，比我大2届。
他人很好，平时对我也很照顾。我刚想给他回个消息，告诉他自己已经睡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学姐的信息就发过来了，酱汁你的奶茶怎么送到我这里来了？我赶紧打开外卖软件，发现自己居然把地址填错了。我把地址填成了学姐的了，因为上次学姐帮我修过手机之后，我为了感谢她，请她吃了炸鸡，后来又给她点过几次外卖，不小心把她的地址设成默认的了。而那个骑手就是给我发威胁信的那个，我的心里陡然害怕起来。我咽了口口水，试探性回复：学姐，你开门了？对呀。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我一开门，那个骑手就疯狂给我道歉，说自己路上有事耽搁了，才把奶茶送晚了，求我不要给他差评。酱汁那小伙子挺诚恳的，都快哭了。社会上挣点钱不容易，一个差评要扣人家几百块，你就别给人家差评了。行，我的心稍微安了一下。虽然不太赞同学姐的话，骑手把餐送迟了还恐吓我给他差评是天经地义的，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来骑手真的是口嗨，我让他把奶茶给你送下去了。看到这一句，我的瞳孔猛地放大。虽然确定了骑手是口嗨，但他说过的那些话总让我有些膈应。现在又这么晚了，我还是有点害怕。我刚想说不用了，把奶茶送给骑手了，门外就传来了震天响的敲门声。我把耳朵紧紧贴在了门上，是对面的门。我突然想起我表妹还在屋里睡觉，她今天来我这里玩，我居然把她给忘了。我连忙打字想提醒她不要开门，门就被砰的一声打开了。敲什么敲？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睡了？表妹的嗓门很大，中气十足。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是来送外卖的，超时了这么久，真的太不好意思了。什么外卖？酱女士的奶茶。我姐的，算了，给我就行了。你往里面看什么看？别把地给我踩脏了。我心下一惊，表妹说话向来是口无遮拦的，我很讨厌她，但也担心她把这个脑子不太正常的骑手给惹怒了。要是她出了什么问题，我是要承担责任的。我直起了身子，从猫眼往外看，骑手背对着我，昏黄的灯光下，他的衣服脏兮兮的，有几块橙黄色的污渍，看着挺像血的。我刚要仔细看，骑手猛地扭过了头，猫眼里他的脸扭曲变形起来，连嘴角的弧度都诡异了几分，像是能隔着门直接看到门内的我。我被吓得差点惊叫出声，我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瘫坐在了门前。门外很久都没有说话声传来了，该不会表妹真的遇害了吧？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送到了你就走吧。表妹的声音再次传来，砰的一声，门被用力地关上了，楼梯间又归于宁静。再次看向猫眼时，只能看到一片漆黑。那个骑手走了吗？我的心还是没有完全放下。表妹的消息弹出来了，姐你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一个人偷偷出去玩了？居然不带我，小心我把你的小秘密都告诉你爸妈。你先睡，明天带你玩。你点的那杯奶茶我喝了，喝吧喝吧。我烦躁地回复了句。这些事情把我弄得睡意全无，我把媒体音量调到了最低，坐在沙发上刷了会儿抖音。表妹1周前发的视频弹了出来，是感叹脆皮大学生的。她说自己喝换了牛乳的奶茶，把自己喝进了医院，说自己以后喝奶茶可要认真检查了。我表妹她乳糖不耐受，她平时很注意这个。我那杯奶茶是加了牛乳的，奶茶杯上也写了的，那她为什么还要喝？我心里有了不好的猜测，难道刚才和我聊天的人不是我表妹？怀疑刚刚和我聊天的人不是我表妹，而是那个变态的骑手。表妹很可能已经遇害了。我正琢磨着，表妹的视频电话突然打来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起来。虽然有可能会看到一些恐怖的画面，但是接了视频就可以确定表妹的安全了。表妹的脸占据了整张屏幕，表情也很正常，她没遇害。表妹葡萄核大小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显得诡异又恐怖。姐，你到底在哪儿呀？她的嘴开开合合。在朋友家，他失恋了，我安慰他，不用担心我，你自己早点睡。我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回答他。你还有朋友？我听姨妈说你可不合群了，都没朋友的。你寝室有个女生特别不喜欢你，还让你吃臭抹布，哈哈，你到底吃了没有？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表妹这才换了个话题。那我今晚要一个人睡了吗？那可不行，我一个人害怕。表妹闹了起来，我皱起了眉，想着找个什么理由敷衍她才好。表妹的眼珠一转，直勾勾地盯着我身后。姐，你身后的那个草莓熊可真好看，能给我吗？什么草莓熊？我问了句。就挂门口那个，你把手机举着，我看看。我看了眼门口挂着的布娃娃，那是我从娃娃机里夹的，也没啥用，就把它们都挂在门口了。那你要了娃娃就不能再闹我了，你自己一个人好好睡觉，我明天带你出去玩。好。表妹答应了。我走到门口，把手机对准了门上的娃娃。快点，看清楚了吗？
我明天带给你。手机那边却迟迟没有传来声音，我不耐烦地又问了一句：表妹，你干嘛呢？突然一阵低沉嘶哑的男声从手机里传来，小妹妹辛苦你了哈。我被吓得身子一僵，视频通话里表妹的表情完全变了，恐惧爬满了她整张面孔。手机被人拿远了，我这才看清了表妹整个人，她的四肢被捆得死死的，身上还有几处伤口。我已经帮你找到我姐了，求求你不要杀我，是她得罪了你，是她乱说话，你去杀她吧。一双黝黑的大手温柔地摸了摸表妹的头。没事的，莫害怕，我还要感谢你帮我找到了你姐姐，放心救一下，不痛的。接着男人又阴森森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在哪里了，放心，我马上来找你了。奶茶超时了这么久，真是不好意思啊。手机屏幕黑了下来，我冷汗直流。我看向了大门的方向，防盗门的内侧写着门牌号。我们这栋居民楼很老，门牌号不仅在门外有，门的内侧也有。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表妹关门之后，我并没有听见骑手离开的脚步声，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表妹就被骑手给控制了。他和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骗出我的具体位置。骑手现在已经知道我在哪里了，他马上就要来了。他就是个疯子，我感觉浑身血液都凝滞了起来，我几乎无法呼吸。但我知道现在我必须保持冷静，只有冷静才能获得一线生机。我把门锁检查了几遍，只要我不开门，他就进不来。我安慰着自己，刚准备报警，楼上学姐的消息就发过来了。酱汁，你没事吧？那个骑手给我送餐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脏兮兮的手提袋，一直往外滴什么东西。当时楼梯道太黑了，我就没仔细看。我越想越奇怪，刚刚就打开了门去看了看，他给我拍了张照片，学姐家门口的棕垫上有一滩血迹，真的太吓人了。你可千万别开门，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着警察来就好了。学姐发来了一张报警的截图。突然敲门声响了起来，杀人狂仅与我有一扇门之隔。开门，妹妹，我给你送奶茶来了，凉了就不好喝了哟，要给我个5星好评哟。骑手的声音疯狂又扭曲，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千万不要打印自己的黑白照片，因为你有可能遇到可怕的事。我是一个人独居，一直很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所以我打印一张我的黑白照片，当做遗照挂在客厅的正中。而这样一来，如果家里遭小偷的话，那么他第一眼就会看得见我的遗照，第二眼就会看见我，这样小偷便以为自己见到了鬼，吓得慌忙逃窜。可就在我打印遗照后的没几天，我家里真遭贼了。深夜12点左右，我还没有睡，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声响。我起初没在意，但响声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大。听声音像是在撬门，撬的好像还是我家的门，该不会是家里进贼了吧？我有些激动，并非恐惧，而是兴奋，随手拿起了放在卧室里面的棒球棍，而后推开卧室的门，悄悄走到客厅里。客厅里面没有开灯，一片黑洞洞的，我在黑暗里面等待。终于叮当一声，门被撬开了，那个小偷走了进来，他戴着口罩，头上还顶着一个头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因为我的遗照是摆在正对客厅大门的地方，所以果不其然的，头灯的光束照到了我的遗照上。小偷见了后低声骂了一句：真晦气，一进门就遇到死人。小偷骂完，一扭头看见了躲在黑暗之中的我，昏暗的灯光勾勒出我的面孔。起初他没反应过来，还愣了几秒，但随即他好像想到了什么，猛地转头重新看向我的遗照。在接下来的几秒钟，他的视线在我和我的遗照之间徘徊着。他终于反应过来了，伸出手指，颤颤巍巍地指着我。你他想说点什么，但好像又有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到此处，我才悠悠地开口：你能看见我？鬼啊！小偷发出了杀猪般的尖叫，因为太过于慌乱，又是在黑暗中，他跑错地方，一不小心撞到墙上去了，撞得还不轻，整个人昏死过去，一动不动躺在地上。我有些措手不及，也有些可惜地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球棒，看着晕死在地上的小偷，我一时间还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是直接把他给丢出去，还是打电话通知警察？可通知警察解释起来好像很麻烦，正思索着，却听身后传来声音：你把自己的遗照放在家里，就不觉得会很忌讳吗？有什么忌讳？反正这就是几十年以后死掉的我而已，这叫合理利用自我。难不成他还能害我？我随口回道。下一秒，我反应过来不对劲了，我是独居，按理来说，现在这个房子里只有2个人，我和那个小偷。可小偷现在已经昏死过去了，那又是谁在我身后问我问题？我缓慢转动脑袋向身后看去，我的遗照他在对我笑，还向我打招呼了。你能看见我吗？鬼呀！出租车广播里播放着乘客被害的新闻，司机突然古怪地看了我一眼。美女，你觉得我像凶手吗？我一下子愣住了，脑袋里回想起刚才新闻里说的近日出租车司机杀害女性乘客的案例接连发生。据警方调查，嫌疑人常出现在机场附近，并喜欢在雨夜进行作案。窗外的雨
穿过黑漆漆的夜，正噼里啪啦地砸在车窗上。我有些害怕，嘴上干巴巴地说着：“怎么可能？您如果是凶手，就不会这样问我了。”心里却警惕起来。现在车上只有我一名乘客，如果他是凶手，那我的处境岂不是变得很危险？你别紧张。司机哈哈笑了起来。我是看你太紧绷了，就想缓和一下气氛，可不是新闻里说的那个变态。我配合着讪讪地笑了笑。窗外愈来愈烈的雨势好像要把一切吞噬，包括我坐的这辆出租。我心里莫名不安，如果他在这个地方对我下手，可能我喊破喉咙也没有用。等回过神时，车子已经开出了快1公里，突然发现司机没开计价器。在我提醒他后，他才手忙脚乱地摸索了半天打开。总之业务看起来极其不熟练，本就敏感的我觉得有些不对劲。一个靠开出租挣钱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打表呢？司机顿了顿，有些欲盖弥彰地解释：我第一次开出租，还不咋熟练，姑娘你可别介意。不知是不是心理原因，我感觉他在紧张，像是生怕我误会似的。我心里警惕，但还是客气地回了句：没事。咚咚咚，后备箱里突然传来沉闷的撞击声，把我吓了一跳。什么声音？司机脸色一变，笑容有些牵强地说：是我刚买的几条活鱼，想带回家吃新鲜的。活鱼会撞出这样有频率的声音吗？我不怎么相信，甚至觉得司机在撒谎。想到这里，我不敢再往深了分析，只希望一切都是自己想多了。恰好闺蜜打来电话，我故意说给司机听：亲爱的，我已经坐上车了，大概1小时后到家，你记得去小区门口接我。说完，我偷偷看了眼司机的反应，当发现他似乎一直在盯着我时，我整个人都不好了。闺蜜还在电话里咋咋呼呼：什么亲爱的，酱汁你交男朋友了？她从小嗓门就大，我担心司机会听到，故作镇定地笑了笑：好，你知道就行了，那我先挂了。不理会她在那边的追问，我紧张地挂了电话。直觉告诉我，司机还在盯着我，可我却没了和他对视的勇气。那种感觉就像被隐藏在暗处的毒蛇盯上，随时都能扑向我。我低着头给闺蜜发消息，说明我这边的情况。这时司机诡异地笑了笑，他问我：姑娘，你是和男朋友一起住啊？我后背一僵，点了点头。是啊，他警校毕业的，我们一起住的话，家里人也放心。什么男朋友，什么警校毕业，都是我编的。我故意这样说，是为了警告司机，哪怕他真的是坏人，碍于我男朋友的身份，应该也不敢轻易伤害我。原本我以为自己这样说完，会从司机脸上看到可疑的表情，谁知他竟然感慨起来：我也有个女儿，马上就要高考了，不过那丫头从小叛逆，也不好好读书，非要上什么艺术学校，我不同意，她就成天哭闹，搞得我和她妈头都大了，只能答应她。她现在每天都要在2个城市来回跑，比我这个当爹的都忙，打电话也不接。司机说着叹了声气，又透过后视镜看了我一眼，小小的后视镜映出他那双黑漆漆的眼睛，莫名让人害怕。他笑着和我说：姑娘，你在家一定很听话懂事吧？如果你是我闺女多好，我恐怕做梦都能笑出来。这时我看见他的手在往下半身摸索着什么，摸索什么？是要害我的凶器还是？我整颗心都提了起来，手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手机。谁家父母能不爱自己的孩子？就算再不好，那也是父母心里的宝啊。师傅，你一定很爱你女儿吧？司机的手一顿，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他语气诡异地说：当然，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接着他那只摸索着下半身的手拿着个什么东西朝我伸了过来，那是张一寸证件照。照片里的姑娘化着淡妆，长相清纯，笑容充满生气活力。司机说：这就是我闺女，漂亮吧？是很漂亮，可我却没心情欣赏，只觉得害怕。因为从上车后，我一直没有看到司机的长相，直到这一刻，他转过头，我才突然看清那张脸和出租车电子屏幕上的证件照完全不一样。怀疑眼前的男人根本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个变态连环杀手，因为他的脸和电子屏证件照完全不一样。我装作肚子疼，想找个理由让他停车，可前面的男人却说：这地方偏僻，没有洗手间，忍一下吧，一会就到了。司机一边说着，一边从后视镜里看着我。我尝试偷偷打开车门，却发现车门被锁上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从我脑海里冒了出来。我装作疼痛男人，捂住肚子卖力表演：师傅，你让我下去吧，我真的很急。可谁知司机沉默地盯了我一会儿，突然问：你是不是不想坐我的车窗不舒服？那一刻我心头一震，为了稳妥起见，我必须先克服自己的恐惧，稳住他。师傅，你想多了，我是真的不舒服。既然附近没有公厕，那就赶紧开车吧，等路上遇到了再说。司机死死盯着我看了几秒，应该是在判断我说的真假。车子又走了几公里，不仅没有看见公用卫生间，连过路的车和人也没有。而我的手机也因为电量过低即将关机，距离我家还有大半的路程，大约需要40分钟。看着黑掉的手机屏幕，
我只能找司机借充电器。司机倒是没有什么大反应，一只手开始缓缓伸向置物盒。当他拉开的瞬间，我竟看到一团杂物掉了出来，有破掉的丝袜以及各种女性用品。除此之外，还有2个不同女人的身份证混在物品中掉了出来，上面还粘着暗红色的污迹。砰的一声，司机迅速慌乱地关上了置物盒。姑娘，你别多想啊，司机绝对有问题，他一定就是新闻里杀害女乘客的变态凶手。这时司机的电话响了，他缓缓掏出一部白色的手机，那手机是受年轻人追捧的品牌，但很明显不像是司机的东西。电话一遍遍地打进白色手机，司机却一遍遍地挂断。最后烦了，他直接关机，将手机丢在副驾上。就在这时，他将方向盘打个转，说：前边那条路正在施工，不好走，我们走小路吧。我内心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点。停车，停车！我没办法再假装镇定，因为我已经确定司机就是有问题。姑娘，你别怕，我是不会伤害你的。后备箱里忽然传来沉闷的撞击声，咚咚咚，一下接一下，我的脸上早已没了血色。后备箱里装的是什么？司机目光熠熠说：是我刚买的狗，本来想杀了吃的，但不想把车里弄得脏兮兮，就打了麻药。这会儿估计是麻药劲儿过了。刚才还说是活鱼呢，怎么又变成狗了？我当然不信。同时我心里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测，后备箱里装着的恐怕是人，而且还有可能是个女人。就在这时，车子出问题停了下来，不知是玻璃碎片还是钉子扎破了轮胎。司机喘着粗气，阴沉地看着我：你老实坐在车上，不要乱跑，否则我可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他在威胁我。接着他直接下了车。跑不跑？跑的话，外面大雨瓢泼，我不知道这是哪里，可是不跑，独自面对变态司机，活下来的几率恐怕为0。我在沉闷的车厢里越来越焦躁害怕。咚咚咚，那个沉闷的撞击声再次传来，后备箱里还藏着个女人。我没法下车开后备箱，只能搬倒后备箱和女人取得联系。可我万万没想到，当我把椅背搬下来时，看到的却是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年轻男人，他的嘴被胶带封住，浑身都是伤，那双眼睛焦急地看着我，向我求救。我愣住了。你是谁？司机不是新闻里杀害女乘客的变态吗？为什么会把一个年轻英俊的男人绑在后备箱？等等，这张脸好像在哪里见过，他是刚刚出租车电子屏证件照上的人。然而就在这时，外面的司机回来了。